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另一个心理学话题，就是我们是否要寻求他人的认可。我们还是以被讨厌的勇气为例，那这也是我们讨论这本书的第4期视频了。有网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期视频聊着同一本书呢？这实在是因为这本书包含了太多经典和流行的心理学观点了，一次性说完比较方便。在前几期视频里，我们主要批评这本书所推崇的目的论，其实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之前的内容。那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是课题分离。这个观点其实比目的论要有道理一些，但也存在很大的误导性，值得今天我们重点聊一聊。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很好地概括了他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也就是自由意味着要敢于被讨厌。这集中体现在书的第3章。青年感到自己活在各种各样的羁绊之下，比如不得不和讨厌的人交往，忍受讨厌的上司，还要迎合父母的期待，比如要好好学习，必须上某某大学，选择某某工作等等。虽然听从父母的意愿会有怨气，但另一方面，获得了父母的认可又会有一种安心感。于是，青年感慨，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出人际关系这张坚固的大网，总是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而哲人则坚决地说，阿德勒心理学否定寻求他人的认可，根本没必要被别人认可，也不要去寻求认可。这句话说的就很彻底，青年表示不理解，哲人进一步解释，人之所以寻求别人的认可，很多时候都是出于赏罚教育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过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活在别人的人生之中。当然，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因此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你的想法时，也不可以发怒。哲人反问青年，如果得不到别人和父母的认可，就没有自信，那么这样的人生能称得上健全吗？得到了认可，就真的会幸福吗？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就能体会到幸福吗？青年就问，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人际关系呢？于是作者就引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观念，课题分离。哲人举了个例子，有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不听课，不写作业，把教科书忘在学校里，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应该怎么办？青年就说，当然是督促孩子去学习啊。哲人说，阿德勒心理学应该首先考虑，这是谁的课题？孩子是否学习，或者和什么人交朋友，这都是孩子的课题，不是父母的课题。父母命令孩子学习，就是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这就必然造成冲突。所以我们必须分清楚这是谁的事情，然后做到不干涉，仅此而已。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可以这样被改变。青年问，那假如我违背了父母的意志，结果父母强烈反对，非常嫌弃我，甚至威胁断绝关系呢？哲人说，那是你父母的事情，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不论父母多么伤心，都和你没有关系。分离就是这么回事，你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所以才会不断寻求认可，你还不会进行课题分离，把原本是别人的课题看成自己的课题。同样的道理，假如你的上司毫不讲理，总是打压你，否定你，如果你会课题分离，那么你就会意识到，不论对方怎样乱发脾气，都不是我的课题。毫不讲理这件事是上司自己应该处理的课题，我不必讨好对方，也不必委曲求全，我应该做的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人生，冷静地划清界限。哲人还打了一个比喻，就是每个人都有渴望他人认可自己的欲望和冲动，这就如同石头有着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倾向，然而石头受力或者凭着惯性滚动下来，这只是自然法则，并不是自由。人如果为了追求他人的认可而活，那就只是顺从欲望的奴隶。真正的自由就是把滚落下来的自己从下向上推，也就是对抗这种寻求他人认可的本能。总结起来，自由的代价就是被别人讨厌。
到这里，这本书关于课题分离的部分就说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先来简单评价一下。其实分离和划清边界这个意识在现实中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中国和日本都有类似的读空气或者说察言观色的文化，个体从小被教育要体谅父母的辛苦，考虑他人的感受，为集体负责。中国社会大量的家庭、职场和人际冲突都与边界不清有关系。在这种背景下，课题分离的观念确实有意义，它唤醒个体对自我负责与边界的意识，鼓励个体不再无限承担他人的情绪。但问题在于，作者似乎把课题分离讲得太简单了，似乎只要你主观上意识到这是别人的课题，你就自由了。然而，划清边界并不仅仅是一个主观的认知，而是伴随着一系列风险与后果的实践。就以那种不讲理的上司为例，哲人说只需要划清边界，意识到不论对方怎样乱发脾气，都不是我的课题，是上司自己应该处理的问题，我不必讨好对方。这好像把上司的发脾气还原成了一个纯粹的心理学问题，好像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我只要意识到上司是个有心理问题的人，是一个 NPD， 我就可以很轻易地划清界限，拒绝对方，摆脱内耗。然而在现实中，上司的情绪虽然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我很可能会为此承担代价。比如上司某一天很生气，批评你加班不够积极主动，你对他说这只是你的课题，与我无关，但这有用吗？这里就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混淆，就是作者认为你之所以会被上司的情绪伤害，是因为你太在乎他对你的看法。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真的在意上司本人是否心理健康，大家在意的是上司的权利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如果上司没有那种实际的惩罚能力，他就算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也不会困扰到我。意识到他有病是他的事情，这并不能改善我的处境，顶多算是第一步。但哲人似乎认为，只要你意识到了那是他的事情，他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其实也是中国许多流行心理学的共同问题，不论他是用基督教的话语，还是用曾国藩和王阳明的语录，还是用佛教或其他什么灵修的理论，他们的共性就是把主观意志描述的无所不能，好像任何现实问题造成的苦恼，不论是经济依附、人身依附，还是支持网络的匮乏，都一律采取去政治化和内在化的路径来解释，也就是将其视为一种个体心理问题，或者说负面情绪的问题解决。比如明明是现实的权力结构导致的焦虑，解释为我有依附性人格，上司滥用职权是因为我的课题没有分离，长期的压抑和孤独被解释为你需要更多正念或冥想的练习。总之，你只需要掌握一种平复心情、消解负面情绪的心理技巧，学会放下、看破、分离，就能一直保持平静和幸福。关注自己的情绪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心理学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是我们撬动现实的一个工具，并不能代替其他具体的知识、技能和常识。就比如面对职场的压迫，我一方面要意识到这个结构是专制的，另一方面也要学会这种结构下生存的现实策略，比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研究公司规章制度的漏洞来保护自己，学会利用领导之间的矛盾减轻自己的压力。这种斗争、博弈和谈判的能力，比单纯的情绪调节要更实用。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涉及到现实权力结构的人际关系，确实不能单纯靠课题分离就解决问题，但是在平等的亲密关系中，比如亲子关系、伴侣关系或者好朋友之间的关系，课题分离、划清界限总是有意义的吧？的确，边界清晰当然比被干涉和控制要更好，比如面对父母的控制、爱人的情绪勒索、朋友的打压和期待中，学会划分边界的确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然而，这只能说是一种局部的修复机制，而不应该是人际交往的最高理想和终极原则。但在作者看来，人际关系给人带来的主要是干涉和麻烦，因此，学会划清界限，互不干涉、互不影响才是最重要的能力。但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人际关系呢？作者其实是在赞美一种原子化的状态，把孤独和缺乏社会支持美化成了独立、
自由和清醒。然而，只要建立关系，人与人之间是根本不可能不发生改变和影响的。如果追求边界的绝对清晰，那么大家最好不要社交，独居起来更好。日本有很多年轻人也的确是这样生活的。作者似乎认为，人际关系只是我们为了生存下去才不得不维持的权宜之计，人际关系本身不如说是倾向于有害的，也就是人一有了关系就有了烦恼。当然，作者在书里也提到了，人也需要生活在共同体中，要通过为共同体服务，能为他人做贡献，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但作者后面也解释了，这种共同体是可以放大到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地球和宇宙，这也算是一种共同体。当我们被小的共同体拒绝了，我们要联想到自己属于更大的共同体。而关于怎样进入共同体，哲人说，必须得有人先开始，即使其他人不和你合作，那也和你无关，应该由你开始，不必考虑他人是否合作，只要自己做贡献就好了。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者强调要对他人感兴趣，要寻找共同体的感觉，但我们读不出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两个主体间的交互之上的，倒是能读出一种强烈的隐居和出世的倾向，也就是我自己做我的贡献就好了，不需要对方理我，我都能感到自己有价值，都能获得满足。即使现实中的关系让我痛苦，比如父母、伴侣、朋友等等，我还可以把目光放长远，想到全人类、全宇宙和星辰大海实现共振，这看起来格局很大。然而，如果一段关系或者一个共同体不包含相互理解、回应和交流，那还能称之为关系吗？岸见一郎虽然使用了共同体这样一些西方的概念，但他的思想却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比如在古希腊，共同体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人之为人的基础。他在政治学中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德性只有在平等和自由的城邦中才能圆满和完善。这里的政治不是中国语境下的那种管人和争夺权力的政治，而是指人有理性言说的能力。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谈判才能完善自己的存在，孤立的个体并不能算完整的人。希腊哲学意识到，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也就是需要获得他者的承认。这种合群性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因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实现和发展真正的潜能与德性。动物也有某种社会生活，比如蚂蚁内部也存在分工协作，甚至还有等级制度，但动物们的这种社会生活仅仅是为了维系种群的繁衍，并不具备生物学之外的精神层面的意义。我们在3月9日的这期视频里也提到过，黑格尔认为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恰恰是建立在他者的承认和互动之上的，或者说，只有在这种不独立中才能形成真正的独立。当然，这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讨论。总之，西方哲学是一直有这样一种重视言说和交互的精神的。而被讨厌的勇气所提倡的观念，更像是套着西哲话语的道家和禅宗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哲学在很多中国人看起来有一种超然的美感，因为它的确是非常符合东方美学的理念的。比如他所说的对宇宙和非生物的那种共同体意识，几乎可以看作是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翻版。他所说的课题分离和对人际关系的那种疏离感，也无处不透露着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居的道家思想，那种认为只要意识到自己并不重要就能解除烦恼的思维，也颇有庄子齐物论的痕迹。在方法论上，我们说作者认为只要有勇气就能超越一切创伤，这种思想从阿德勒或者其他的西方心理学那里都是找不到的，但在东方哲学里，这种观念其实一点都不稀奇。比如禅宗讲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就是强调当下的力量，决定你人生的是此时此刻的你，不要追溯过去。所谓的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实自性，一悟即至佛。其实我们把岸见一郎所说的勇气替换成佛性、佛心这些词，并没有什么违和感，因为它们都是不可分析、不可追溯的，一念之间便可顿悟。只要去掉自我中心的执念妄想，就能不受外在境遇的影响，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这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连哲人的那种斩钉截铁的论断和青年的那种恍然大悟的样子，都非常像一个在和弟子对话的禅师。所以说，我们看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不要看他表面上用了什么时髦的话语，而是要深入到他的概念系统里去把握，就会发现很多时髦的思想其实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是原本文化里早就存在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